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Polly，欢迎大家收看，跟着 Polly 一起搞懂 Tableau 表格的总计、小计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跟大家分享的范围会有，例如说，像大家知道说我怎么样去显示或者是移除我的小计跟总计。再来的话，我要去调整我们总计的位置，我可以把它从最下面放到最上面、最右边放在最左边。那再来的话，其实是蛮多人在表格的制作上面会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就只是去显示某一个维度的合计，因为当我们的维度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原生的功能它把它小计的功能放上去之后，每一个维度都会有合计，但看起来会有点杂乱，可以怎么样去设计呢？再来的话就是我怎么样去改变我的合计的名称，以及隐藏我度量级合计的显示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。好，大家一定很常会去用到枢纽分析表，但是例如说，如果我今天做的枢纽分析很简单哦，就是像这样子哦，两个分类而已，那也不会到太难，所以我在上面不管是做合计啊、小计都不会到太复杂。但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状况是，公司的资料是多的哦，那以及呢，不会是这么简单，只有两个维度、两个度量值就做完了，可能会是像是这样。但是光是这样的时候，我要去把我的合计啊、小计抓出来的话，我需要怎么做，会让自己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呢？那所以我们就可能说，哎，会有人说，哎，我要达到说刚刚那个没有小计合计，那我这里就会有个，哎，可能有个分类的合计，好，以及我的总计会在最下方。那再来的话就是，如果我每次都要移到最下面，有点麻烦，有没有办法总计就直接在最上面，然后总和也帮我再放在最左边？所以呢，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是，哎，我做一个调整，它就做一个变化了。那再来的话就是，我们在看到这些多一个栏位，我就多一个合计的部分，会蛮杂乱的。可不可以只显示？例如说，我只针对我的大分类去做显示，或者是我只针对我的中分类去做显示，不要每一层都去帮我做合计。那最后的话，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冷门的功能哦，Profit 这个部分，假设我不想显示，我只想要是显示我其中一个栏位的合计就好了。但是前面的这些我都还是个别的数值，我都还要呈现。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好，我们先来看，我们先怎么样去做到我们的小计、总计的这个位置呢？哦，例如说，我想要去做显示的时候，很简单，我们这里有个分析钮，在这个分析这边把合计拉到我的这个视图，可以看到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这个有小计钮就把它放上去。那这时候它就会依据哦，我有两个维，我总共有3个维度。好，那我这3个维度，我就会帮我做出这2个合计。那这个合计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合计是大分类它的合计。那这个分类，这第2个合计这里是中分类它带给我的合计。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拉起来看一下39155，哎，这个数字是刚好相等的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会有人会发现说，我每次都要卷到最下面，可不可以帮我把下面的总计拿来最上面？上面这里有个分析合计，这里把它的到顶端栏的合计勾起来，那你就会发现，我所有的合计都跑到最上面了。那另外一个的话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，我们可以再把合计右边的合计放到最左边，勾起来，它就跑到我们的最左边了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显示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取消勾选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做到我们原本最一开始的样子。好，取消勾选，那就是我原本这个样子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要介绍一个叫做现在有这么多合计，我想要把我的总计先移除，可以吗？OK，我按下我的总和之后，按这个移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在这里的话，我想要看到我的分类，例如说，我只想看其中一个分类的合计，我不想要看到全部。那我想要把这个移除，好，我按掉移除，仔细看哦，我按移除之后，哎，不管是大分类的合计、中分类的合计，通通不见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去看到
它的分类合计呢，我们先把资料再放进来。例如说，我只想要看到大分类的合计，我不想要看到中分类的合计，请大家去中分类这边下拉，把小计移除。这是不是就达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方法了？好，那我 Ctrl Z 回去一下，复原回去。那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摘要还要讲我怎么样去更改我合计的名称，怎么去做到呢？我在这边的话，合计我按右键，然后有个设定格式，设定格式这里面有个标签叫做合计。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数字164583的话，它其实是大分类的合计，我就可以把它写在这里。那如果说你想要把每一个合计都把它改一个名字的话，这里一样是点到你的那个要修改的栏位，这里把它变成中分类的合计。这样你在看这个报表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更加的清楚我现在的这个数字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？那你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调整我现在要看的这个加总的数字。例如说像我这样做的话，就是我只看中分类的部分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要讲到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我的这个 profit 的加总我不想做显示，我只想显示 sales 的加总。好哦，那这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？我要怎么做呢？这里是不是我的 profit？ 我的 profit 在这边有个汇总依据，我可以把汇总依据选择隐藏。好，这时候在我总和的 profit 它不会出现，在我个别枢纽后的结果的这个 profit 一样也不会出现。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其实都跟表格相关，因为我发现大家其实在做表格上面都有一些也不要说奇怪，应该说想要有一些灵活的调整，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么做。那今天教的这4个方式，你们都清楚了吗？那如果觉得这个功能很实用的话，也记得跟你的好朋友分享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拜拜。